人到中年的老崔在塞浦路斯与人合伙开了一家中餐馆，本想发比洋才衣锦归国，然而壮志还没达成，却先等来妻子的一纸离婚协议。老崔匆忙回国，刚下飞机就接到电话，原来是合伙人打算卖掉中餐馆，这无异于卖掉他后半生的希望。老崔还没走出机场，他急忙买了张凌晨飞塞浦路斯的机票，期望着用最快速度解决问题，然后启程挽救自己的事业。老崔这急忙慌赶回家，他设想过很多和妻子见面的场景，唯独没想到对方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，而那个让自己后院起火的罪魁祸首竟然是发小老魏。得知老崔回国的还有好友群头，他在剧组混得不错，邀请老崔多留几天，没地方去可以住自己那儿。老崔默默地吞咽着心头的苦闷，情场失意的他只剩半死不活的事业，遂拒绝了群头的挽留，打车前往机场。途中一个醉醺醺的女孩二话不说上了车，拿出刀威胁老崔和司机赶紧开车。女孩名叫小夏，因为男友阿宝惹上了烂摊子，司机看她是个狠人，只得照办。车子启动后，女孩放下刀子，不好意思地表示有坏人追自己，报了个地址就睡了过去。老崔是个心软的人，大晚上的也不好将小夏扔下，他想着离飞机起飞还有3个小时，送一趟应该不耽误事。刚到小区门口，小夏就吐在了老崔身上，结果就是他俩都被赶下了车。天寒地冻，老崔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这时小夏口袋里的手机响起来，老崔接起电话，将地址告诉了对方，殊不知电话那头就是小夏躲着的那个坏人。老崔从小夏口中问出房间号后，连拖带拽将人送回了家。本想借卫生间处理一下脏衣服，没成想被半醉不醒的小夏当成图谋不轨的坏人，二话不说将他赶了出去。行李和护照被锁在房里，老崔穿着背心愣愣地站在门外。眼看还有2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，老崔敲门让小夏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，他觉得自己实在委屈，好心好意将人送回来，结果却遇到这种事，老崔有些着急，敲门变成了拍门，声音惊扰了隔壁住户。一个身披军大衣的男人气冲冲地命令老崔不准再喊，老崔主打的就是一个锁，马上低头如捏着道歉。这时打电话来的男人也赶到了小夏家，两人戴着大金链子，看起来不像好人。他们不顾老崔劝阻，重重地拍起了门。军大衣男人拿着酒瓶子出来制止，大金链子也不认锁，夺过酒瓶子给军大衣来了一下，军大衣一嗓子喊来了援军，双方打成一团，老崔也没能幸免。最后老崔被带到了警察局，不善言辞的他无论如何都解释不清楚眼下发生的一切。警察复盘了他说的话，认定老崔要么是个傻子，要么就是在撒谎。不得不说，老崔这个表达能力是语文老师会诈尸的程度。于是老崔错过了飞机，在公安局度过了一晚。第二天群头接到电话，将老崔保释了出来，还给了他一件捕快的戏服凑合着穿。老崔蹑手蹑脚地来到小夏家，兜里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，原来是小夏打来的。他问老崔为什么拿着自己的手机，老崔简单说明了事情经过。小夏表示想要拿行李，就先把手机给自己送来。于是老崔来到小夏要求见面的地方，刚把手机交给对方，昨晚的2个大金链子就追了过来。小夏以为是老崔将人引来的，二话不说拔腿就跑。老崔不明所以，只得跟着跑。几人你追我赶，从大街跑到了小巷，最后大金链子成功堵住了小夏。小夏谎称老崔是自己的新男友，于是悲催的老崔也被带走。从3人的对话中，老崔得知大金链子名叫光光，身边的跟班叫老五，他们和小夏的男友大宝似乎有些过节，想通过小夏得知大宝的去向。小夏死咬着不松口，光光也一不做二不休，将2人关在了一间旧厂房，然后扔掉手铐的钥匙扬长而去。老崔急得直抱怨，他做了件好事，结果落到这种局面，简直欲哭无泪。小夏则埋怨老崔引来了光光和老五，2人再这样争执下去，不被饿死也要被冻死。于是达成协议，暂时放下这个问题，想办法出去才最要紧。一番操作后，2人终于在冻死前逃了出去。老崔跟着小夏马不停蹄回了家，屋里犹如台风过境，显然已经被光光和老五搜过。老崔翻了翻衣服口袋，发现钱都没了，他一边抱怨一边穿衣服。小夏的东西则没有丢，他松了口气，坐在桌边，看到老崔的护照时记上心头。小夏打算利用老崔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趁他不注意将护照藏了起来。找不到护照的老崔想走都走不了，4天之内不回去，他的店就彻底没了。方寸大乱的他准备报警，却被小夏拦住。小夏表示报警行不通，一套程序下来，4天早就过去了。他拿出那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一个洗浴中心更衣柜的钥匙，接着向老崔大致说了事情的原委。按照小夏的说法，大宝和光光合开了一家修理厂，光光总是黑大宝钱，于是大宝就将这部分钱偷了回来，藏在洗浴中心的柜子里。说完，小夏还假装好心的表示愿意拿这笔钱去帮老崔换回护照，前提是他要亲自去拿钱，因为柜子是男兵部的柜子。小夏的话是现编的，事实上是大宝伙同光光和老五找李建国追回欠他们的钱，见李建国不松口，就抢了他保险柜里的1笔美金，没成想被李建国咬住不放，于是大宝便将钱藏在了洗浴中心的柜子，将钥匙交给小夏后销声匿迹。光光和老五自然追着他拿自己那份。病急乱投医的老崔信了小夏的话，答应帮他取出这笔钱。此时李建国找到了修理厂，光光察觉到异常，溜之大吉，在厕所蹲坑的老五被抓了个正着。
在李建国惨无人道的逼问下，老五表示钱都在大宝那儿，只要找到小夏就能找到大宝。这时候，小夏带着老崔来到洗浴中心，叮嘱他柜子在会员区263号。做贼心虚的老崔不出意外跑到了非会员区，自然也就打不开263柜子。一根筋的他丝毫没想到别的可能，生拉硬拽掰开了柜门，拿起包就溜出了洗浴中心。突然能理解他前妻为什么红杏出墙，也很怀疑凭借老崔的智商是怎么在人生地不熟的国外做成生意的。拿到包后，小夏没有确认里边的东西，就带着老崔来到高档餐厅海吃一顿。结果结账的时候，两人傻了眼，包里1毛钱没有不说，还装着各种证件和一把手枪。老崔吓得一哆嗦，问小夏到底是做什么买卖的。小夏指责老崔一定是老眼昏花拿错了包，眼下当务之急是先把单买了，不然两人估计会被厨子打骨折。小夏眼珠子一转就是个鬼主意，他拿出包里的记者证，谎称从餐室里吃出一根头发，三言两语就忽悠的经理免了单。小夏和老崔战战兢兢离开餐馆，随后撒丫子一顿跑，生怕被店员察觉端倪追出来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柜子里的东西来自一个假冒公务人员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，几个主犯悉数落网，藏匿证物的柜子却被盗。警方查看了洗浴中心违规安装的摄像头，发现了极其嚣张的窃贼老崔，他的犯罪过程被清晰记录，这下算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老崔跟着小夏回到了家，他正考虑着要不要主动自首，却发现小夏屋里又来一帮人在东翻西找。此时李建国也发现了小夏，双方又上演了一场追逐戏码。小夏和老崔被堵进了死胡同，关键时刻老崔智商占领了高低，拿出包里那把枪唬住了众人，二人这才得以虎口脱险。小夏带着老崔回到了他和大宝的家，原来之前那房子是他朋友的，不知道折腾成那样要怎么处理。晚上两人都心事重重，小夏问老崔为什么回国，得知他前妻红杏出墙后，表示老崔就是太老实，这才随便被人欺负。老崔半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对大多数人都不设防。小夏攥着老崔的护照，心里开始打鼓。翌日，老崔和小夏商量着偷偷潜入洗浴中心，把枪还回去钱拿出来。老崔这张脸已经不适合再到处晃悠，于是便由小夏女扮男装进去拿钱。此时洗浴中心已经责令停业，警察正在盘问工作人员相关事宜。小夏在前台看到一个老熟人，这胖子之前拿一个长得像枪的打火机吓唬他，小夏趁人不注意把假的换成了真的。随着一声枪响，胖子成功引起了警察的注意，大厅瞬间乱作一团。小夏则趁机潜入会员部，成功拿走了236柜子里的美金。结果两人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发现这些美金都是假钞。小夏第一时间赶往宾馆，将假钞一事告诉大宝。大宝恶狠狠地打了小夏一巴掌，认为是他找来拿钱的人调包了真币。此时老崔正拿着假币和光光交换自己的护照，结果中途出了些意外，假币被抢走，护照也没拿回来。老崔灰溜溜地回到宾馆，小夏正独自喝着闷酒。老崔有些内疚地说假币被弄丢了。小夏拿出护照，他不想再骗老崔。老崔这才知道自己从头到尾一直被利用，他本想拿着护照一走了之，伤心欲绝的小夏却昏了过去。老崔于心不忍，将人送到了医院。检查后得知小夏已经怀有身孕，身无分文的老崔卖掉了自己的传家玉佩，用来付医院的各项检查费。小夏有些感动，两人分别时他十分不舍，提出希望在老崔走之前能尝尝他开中餐馆的手艺。老崔也如他所愿。吃完这顿丧火饭，老崔告别小夏赶往机场，谁料他刚准备登机，就接到了小夏打来的电话，他被光光和大宝挟持，要老崔立马带着钱来赎人。老崔一边往回赶，一边打电话给群头，好在这通电话没有白打。两人被逼到绝境时，群头带着人赶来，放了一段警笛录音，吓跑了光光和大宝。两人没跑出多远，就被紧随其后的李建国掳走。得救的小夏和老崔带着假币回到朋友家，无意中发现了藏在其中的秘密。原来这些假币并不像表面这么简单，他们拼在一起竟然是一张博物馆的地下路线图，这才是李建国穷追不舍的秘密。两人正欲报警，李建国带着人踹门而入。危急时刻，警察赶到，原来他们被邻居举报扰民，一屋子人都被警察带走问话。老崔和小夏又躲过一劫，这还要多谢中国好邻居。后来该判的判，该罚的罚，老崔也被带回警局问话。塞浦路斯一时半会儿去不了，但留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